美国的情报机构误判阿富汗，又错估乌克兰战局，现在又开始评估台海局势，他会一错再错吗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这次俄乌战争的焦着，让很多人对俄军的实力感到意外，同时也对乌克兰军队的表现感到意外。西方正在享受着乌克兰把俄罗斯军队拖入战争泥潭的快感，但是美国情报界仍然非常伤感，因为他们这次又丢人了。8个月前，美国情报界认为阿富汗政府至少可以在美国撤军后能够坚持6个月，结果被塔利班闪击后，迅速完成了政权的更迭。这次美国情报界比较准确地推测了俄军进攻乌克兰的时间，但是又错误地估计了战局的发展。美国的情报官员认为，俄军将在2天内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，只需要4天就能占领乌克兰全境。纽约时报的评论称，评估一支军队的自卫能力是极其困难的，有很多的因素需要考虑，包括他的领导情况、可支配的物资、敌军的实力以及战争的正义性等等。而美国的情报界根本就没有能力对一场战争做出准确的预测，甚至会做出完全相反的预测，这是非常悲哀的。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金恩说，如果是我们事先知道乌克兰有多强，俄罗斯人有多弱，我们或许就能预先部署更多的军备，在假设乌克兰人真正有机会的基础上，让他们更快地获得援助。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派瑞尔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坦诚，我当时质疑乌克兰的战斗意志，这是我的一个错误评估。战斗意识不是一个可以去窥集情报的独立领域，这与空军有多少架现役战机这件事不一样，涉及很多主观因素。美国情报界也无法预测泽连斯基的领导能力，而事实证明，乌克兰总统已经在西方的宣传下变成了反俄英雄。乌克兰民众有超过90%认为可以战胜俄罗斯军队，这本身就不可思议。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提出，美国人正试图帮助台湾阻止来自中国大陆的武统，但也面临着如何评估两岸军事实力和战争意识的问题。美国如果评估台军愿意战斗，未来将会进一步的对台军事支持，推进军事改革，并强化后备战力和基础设施。如果民调结果都不可信，那么这些努力似乎就没有太大意义，就像在阿富汗发生的一样。美国人可能忘了，在曾经与中日解放军对决的朝鲜战场和越南战争期间，美国的情报界同样无法预测解放军的战斗力。曾经发生的上甘岭战役，美国人到现在都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，这被认为是精神力量的极端表现。美国人肯定不会放弃台湾这个最后抗衡中国大陆的抓手。任何高估台独分子的嘴炮，低估中日解放军的意志，都将给美国带来一场沉重的灾难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决台湾问题已经准备了几十年，这种力量恐怕是美国情报界依然难以预测的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